你找谁？大胆村妇，见到剑南王妃还不下跪磕头？不好意思啊，剑南王来了我都没跪过，更别说是剑南王妃了。而且你们说你们是剑南王妃，我就相信了。封王不许离开封地，王妃也一样。你们能乱跑，手上可有圣旨？若没有，来人啊，去县衙告状，说有人冒充剑南王妃来招摇撞骗。你都退下。柳氏，借一步说话。不借，我不管你此番前来是有什么目的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你要是现在就走，我当你没来过。哼，堂堂一个正妻，竟然去和外室交好，简直不成体统，不要脸面。我体统不体统不关你的事儿，倒是你连一个毁了容的女人都干不过，到底是谁没有脸面，一目了然。对了，如果你能有本事让那位放了杜夫人，杜夫人应该会对你感激涕零的。本来柳杏儿还觉得剑南王妃挺可怜的，剑南王不是东西，可这婆娘上来就羞辱她，她就不能忍了。误会呀，误会，这位是我家大娘子。大娘子，你先让他们把刀放下，爷和陈都头的关系很好，要是让爷知道，老奴肯定要吃挂落的，还请大娘子可怜可怜老奴吧。王爷真是心疼那个人，把身边用惯的人都给了他。都把刀放下，你去带路。太监忙在前头引路，一行人就往杜莹莹住的地方去了。杜莹莹摸着肚子，汗水打湿了她的面巾，自己真的很奇怪。以前刚怀上的时候，她恨不能把这个孩子打掉，觉得他就是自己的耻辱，她恨剑南王。可是现在王妃找上门来，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可能不保了，她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的解脱之感，而是开始害怕，害怕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伤害。真脏。娘娘，屋里污秽，请您移步到外间等候，这里交给奴婢们就行了。本宫要亲眼看到这个人难产而死。你放心，你死了，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你莫不是忘记了，你的全家是谁杀的？给仇人当外室，给仇人生孩子。估摸着你爹娘兄弟知道了，恨不能从乱坟岗里爬出来，把你给撕碎了。杜莹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而就在此刻，杜莹莹忽然睁开眼睛，也不知从哪儿掏出来的匕首，对着两个婆子的脖子一人给了一刀。杜莹莹像疯了一样爬起来，就举着匕首冲向剑南王妃。她浑身是血，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显然剑南王妃的话刺激了她。去死！你们都去死！快把他锁进屋里，他疯了，他要杀了本宫。杜莹莹浑身是血，拿着匕首踉跄着追了出来。王妃的侍卫见状忙围了过去，他们要制服杜莹莹就很容易，这帮人一拥而上，将她拖回屋里，回头就把屋子给锁了起来。王妃娘娘，要是杜夫人死了，王爷不会放过您的。本宫好心来看他，还带了2个稳婆来帮他接生，结果呢，他居然要杀本宫。是他冒充剑南王妃。统统拿下！你敢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杀了！侍卫们立刻拔刀杀来，这些侍卫竟一个都不是陈虎的对手，几下都被打趴下了。你是假王妃，该抓；你是真王妃，朝廷律法藩王及藩王妃擅自离开封地，罪同谋反，更该抓。兄弟们，若她是真王妃，那咱们可就立大功了。陈虎，门锁了！陈虎大步过去，抓着锁头一扯。刘星儿傻眼，他推开门，见杜莹莹倒在血泊之中，没有动静。去找2个稳婆来，我要给她施针。于半仙几根针扎下去之后，杜莹莹就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夫人莫怕，那个假王妃已经被抓走了，这会儿于先生在救你，你肯定会母子平安的。好妹妹，别救我，让我带着她一起去死。你傻啊，你和他有再大的仇怨，也不必舍去自己的性命。孽种又如何？你可以让他将来帮你报仇啊！你的力量不够，难道把他培养起来力量也不够吗？你想啊，他儿子帮你报仇。杜莹莹听他忽悠，竟觉得十分有道理，眼底瞬间就升腾起了一股求生的欲望来。夫人，老夫现在为你施针，引孩子自己调整方向，但是此针法对你的伤害比较大，
但若是不失真，那老夫就只有剖腹取子这一条路，你活下来的希望更加渺茫。您失真吧，不管如何，我都会把他给生下来的。星儿，若是我没了，这个孩子我想交给你，让他姓杜。他杀了我满门，何该还一个血脉，给我杜家延续香火？你知道的，我这细胳膊拧不过剑南王的大腿儿，你最好别没。你要是没了，可就真管不了这阳间的事儿了。爷，您不能进去，里头滚！剑南王一脚踹开徐公公，黑着一张脸闯了进去。滚！当初我就说不留下这个孽种，留下做什么？就为了等今日让曲江月来折磨我，好叫我一尸两命。当公爷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王爷，您别来刺激他了，不然可就无力回天了。刘娘子，还请你跟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刘星儿看了眼后面，叹了口气：“您往后退一退，别挡着路，一会儿会有人送热水什么的进去。”剑南王一言后退几步，刘星儿就直接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对了，于半仙说，夫人的胎位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如今却被人深深推得不正了，9成9的概率夫人会死，只有半成的概率救下孩子。刘星儿故意说的严重一点，吓唬人。对了，我提醒一下你，你大老婆还在衙门，要救还是要干啥，你该早点安排。刘星儿说完就推开门进屋帮忙去了。等到于半仙开的第2副药煎好端进来，杜莹莹都疼得快晕死过去了。把那个男人喊进来给他灌药。剑南王忙跟着柳杏儿进去了，一言把杜莹莹抱进怀里，他小幅度挣扎。莹莹，你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你，但只有一条，你必须好好的，我才会让咱们的儿子姓杜。你别怪我心狠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曲家的。莹莹，你得活着，活着才能看到我收拾曲家，对不对？杜莹莹在他怀里软了身子，他这才把药给灌下去。喝了药之后，杜莹莹的肚子就更疼了，忍不住惨叫出声。你回家去，让人把我请神仙的硬东西搬来。等下的场面太惨，于半仙不想柳杏儿看，还没生孩子呢，别给吓得不敢生了。柳杏儿一走，杜莹莹的惨叫声愈发凄厉起来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不该起让她怀孩子的心。当初他就是想用孩子拴住杜莹莹，杜家灭门的事情他也没办法，他只是个执行者，并且他已经尽力了，只是有些事儿尚未尘埃落定之前，他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杜莹莹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哎呀，拍了屁股孩子不哭，这小脸也憋成这样了。不好了，夫人血崩了！剑南王目眦欲裂，别说灭屈氏的门，就是灭他9族的心思都有了。而于半仙这里也不轻松，老人家一边给杜莹莹扎针止血，一边给婴儿扎针强心，一心二用，手上的金针都快被他给扎出残影来了。剑南王这会儿甚至连呼吸都是压着的，就怕影响于半仙施救。他其实想喊于半仙不要管孩子，只管杜莹莹，然而怕他一出声打断了于半仙，怕于半仙慢一拍，杜莹莹就没了。时间漫长的让剑南王以为光阴已经走完了一生，终于听到了一丝柔弱的婴儿啼哭声。于半仙必去隔壁休息，让剑南王帮着稳婆给杜莹莹擦拭身体、换衣服、换被褥。现在他能不能活，看天意。小的暂时跑下来了，但是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你家大娘子再来闹腾一次，母子2个必死无疑。老夫提醒你啊，救人2000两一个人，活不活都是这个价。那个向天齐命的钱啊，你得另外付。杜莹莹怎么样？能活不？老夫能做的全做了，人老夫给你治了，神老夫给你求了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多做善事，别去寺庙里添什么香油钱，有那钱呢，多帮几个孤寡，多救几条人命，比什么都强。哦，对了，这道县城的路，你派人好好修一条宽敞的吧，修桥铺路啊，
亦是大功德一件。多谢老先生提点。很多老百姓都看不起病，不如您找些人去义诊，顺便赠药吧。只要是平民都免费，说不定能救下很多人。剑南王觉得柳杏儿说的十分有道理，于是当即就命人去办这件事儿。陈虎回来的时候，柳杏儿躺在床上睡觉。这一上午折腾的倒不是累人，但是累心。他还来秋婶儿问柳杏儿什么时候回来，又问了问杜家那边的情况，就去作坊看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，帮他规整。杜莹莹在第二天总算是醒了过来，但人还是很虚弱的。喝了苦药汤子，再喝2口热乎乎的甜甜的果茶，她的神情都舒展了很多。你好好休息，我研究研究什么好吃就做了，给你送过来。你要是饿了就喝点鸡汤鱼汤，我给你带的小点心里也有果酱，你愿意吃就吃点。杜莹莹轻轻点头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剑南王亲自将柳杏儿送出去。多谢柳娘子，若不是柳娘子规劝，莹莹她早就已经放弃了。我也没说什么，但杜夫人或许自己都没发现，她是爱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说完，她稍微行了一个礼就走了。哎呦，柳娘子来了呀！哎呦，我们夫人醒来就一直念叨着您呢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屋里的人包括奶娘都纷纷退下。柳杏儿看着杜莹莹身边躺着的小婴儿，心也跟着柔软起来。孩子不喂奶的时候，我让他们就放在我身边，我如今一点都不恨这个孩子了，反倒是觉得他投生在我的肚子里实在是运气太差了。看你怎么想，投胎是个技术活，也是看缘分，你们之间肯定有斩不断的羁绊，他才会投胎到你的肚子里。我小时候啊，自打能记事，就每天有干不完的活，挨不完的打，每天没工夫想别的，就连寻短见都没想过，每天像行尸走肉一般活着，直到他们把我抵债给了虎哥。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觉得也挺不错的，谁知竟被虎哥给救活了。但那以后我才知道神还有别的活法。其实我也不是想劝你什么，命是自己的，人生也是自己的，只要你做出决定之后不后悔。是我钻牛角尖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就为了一个万世，竟什么都顾不得了，自己的王妃关在牢里面也不管，一天天的就窝在乡下，也不怕被人弹劾。你就是仗着朕只剩下这2个兄弟了，再杀再废朝堂那帮人得闹翻天。那个屈氏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一个万世都容不下，还当个屁的王妃啊！你去传朕的旨意，屈平义教女无方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是陛下。去拟旨，把定陶县、武安县、牛头县、马陵县赏给剑南王当封地，恭喜他终于有了血脉。陛下，剑南王的封地已经够多的了，您这不合适啊。没啥不合适的，他连柿子都不要了，多给他点地咋了？另外在他外室住的地方附近找块风水好的地儿，赏给他建别宫，抠抠搜搜的住农家小院，成什么体统？回头他要是出尔反尔又想要柿子了，这几个地方朕再收回来就是了。商才好几天啊，就又出去。定陶县是除了你没有人用了吗？崔之义手下并不缺人，怎么就可着你一个人用？小媳妇不高兴，陈虎反而高兴起来。你这人就不能把衣服穿好了再出来吗？万一有人进来了看见怎么办？陈虎这时从身后抱住了他，有点湿的脸在他的脖颈上像猫似的蹭来蹭去。你不想给别人看你男人，是怕吃亏？你愿意给谁看就给谁看，就是脱光了去村里跑一圈我都没意见。小没良心的，竟这般恶毒。说完，他就撩起柳杏儿的裙子。柳杏儿强撑，当他觉得自己和那秋日里被秋风刮落却无法落地，晃晃悠悠的落叶一样的时候，实在是忍不住求饶。我错了，虎哥，你悠着点儿，咱这以后成不成？那你是承认了你口是心非，其实你稀罕我，对不对？柳杏儿已经被他调理糊涂了，呜呜依依的回答对对对。既然你稀罕我，那我就让你稀罕个够。我不稀罕，以后再不接话了。真他娘的不想出去，就跟你在这屋子里厮混一辈子才好呢。男人就该志在四方，大白天的说什么恐怖故事，想吓死我吗？你就不怕我有危险？再说了，
你现在这个店这么挣钱，把我当个小白脸养完全可以。瞅瞅你一身的皮子，磕磕巴巴的，哪哪都是伤疤。小白脸不说肤若凝脂，至少身上没那么多的疤啊。还有，人家小白脸多温柔啊，谁像你跟蛮牛一样。说，你心里的小白脸是谁？他不说话，就挑衅地看着陈虎。陈虎还真被他给看出了几分火气，直接亲了上去。柳杏儿哪受得住他这般狂风骤雨般的侵略？我不喜欢小白脸，真的不喜欢，我只喜欢你这样的。真的？我的确不够温柔，也的确浑身都是伤疤，手掌也粗糙得很，而且还总是滴溜着刀干活，让他担心的时间太多了。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柳杏儿抬手捧着他的脸。好吧，看在你说的这么真诚的份上，就原谅你惦记小白脸的事了。你是我的，心里不许惦记别人。不惦记别人，就惦记你。陈虎舒坦了，也安心了，翘着唇角去重新收拾行囊。这次要出去多久啊？不太清楚，要是时间太长，我就不干了。回来你养我。好。陈虎满意了，走之前来亲了亲他的额头。你睡吧，我让人不来打扰你。帐子里的柳杏儿闭上眼睛，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。要平安回来啊。